早安，新英大小姐。大小姐优雅地走进了房间，而她那优雅的仆从影已经为她准备好了她所喜欢的红茶。在见到大小姐后的影微微屈身，做出优雅的动作。早安，大小姐。早安，影。我今早为你准备了你所喜欢的红茶，谢谢。新英大小姐优雅地接过红茶，在阳光下安静地品鉴着，这是她最放松的时刻，同时也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。很好喝哦，我的荣幸。少女呢从这杯茶中品鉴出影的一丝不苟，而影作为侍奉少女多年的近侍，也是对大小姐的习惯悉数知晓。大小姐看向窗外阳光明媚的早晨，真的是个美妙的早晨啊！喝完茶后的大小姐习惯性的将茶具递给影，感慨今天应该是要下雨。而影在知晓了今天的天气必然是晴天的预报后，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相信大小姐的话，将今天所规划的行程重新调整，再重新给大小姐递上一杯红茶。大小姐的直觉向来准确，而大小姐也是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。毕竟在以往，她所设想的内容都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下去，为此她也觉得有些无聊。对了，影，最近有什么让你感到惊喜的事情吗？影轻抚下巴，不太确定。让我想想。大小姐拿起红茶抿一口的时候，影冷不丁的来了句：“事实上，我被其他班上的人告白了。”茶杯猛地掉落，我堂堂新一大小姐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我什么都能做到，什么都能得到，一切都将如我所愿。而像我这么完美的人，却有一些无法掌控的事情。大小姐连忙抓住影的袖子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失态。所以呢，大小姐失去了以往的从容和优雅，手也不自觉的攥紧，急不可待的询问：“所以呢，你被告达之后呢？所以呢，你被告白之后呢？”我拒绝了，但是真的吗？是的。你说的是实话吗？当然。大小姐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坐回了沙发。你没受伤吧，大小姐？裙子会弄湿吗？我没事，谢谢。影，我会重新沏一杯红茶，能麻烦你帮我把碎片清理掉吗？重新泡了一杯红茶的大小姐有些颤颤巍巍的，想要继续刚才的话题。我知道了，一场告白啊，还真是令人惊讶的事件呢。是啊，我还是第一次被连续告白呢。等等，少女手一松，又一茶杯碎地，为我发声啊喂！这下子大小姐彻底绷不住了。你说的连续是什么意思？大小姐，请不要乱走，杯子碎片还在，这种事情随便踢开就好了。大小姐，请不要这样，太危险了。还有那个杯子不是你最喜欢中的最贵的一个吗？钱无所谓，这个世界有很多比钱重要的东西。就好比你被连续告白这件事，要是钱能买到的话，你要多少？100万还是1亿？大小姐，冷静一点，你的金钱观要崩塌了。而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值得探究的，只不过是短时间被连续告白了比较多而已。居然会对此一无所知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记得是你和老爷夫人去旅行的那段时间。大小姐的眼神变得犀利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可以离开我半步。我想起来了，是那次2天3晚的旅行，让你一个人实在是太危险了。不会啊，一切都很和平的。你当初为什么没一起去？老爷让我留下来看家。哼，我等会又给他发一条我恨你的信息。请不要这样子，老爷会很受打击的。所以我很想确定一件事情，你真的拒绝了全部的告白吗？大小姐的声音有些颤抖，躲在窗帘背后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影。是的，我拒绝了。我对无法回应他们的感情深感抱歉。而听到这里的大小姐不由得松了口气，离开了窗帘，背对影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些事情你要随时和我汇报，不然我就把这里的杯子全部打碎，让你打扫。我知道了，大小姐，但是威胁别人是不对的。哼，有些大意了呢。这可是我进宫的机会。该去上学了。现在时间还早。妈，我今天想早点到学校，所以动起来。好的，大小姐。但是我今早是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对吗？很少看到大小姐你这样如此惊慌失措。妈，我确实说了很多奇怪的话，但是不是你的错，我只是一些我内心所渴望的，不能放手的。在他来到时，我总会小鹿乱撞，失去冷静。影完全没有 get 到少女的情愫。它是什么美妙的事情吗？你为什么不看看你面前的镜子呢？影看了看面前2个人的身影，灵光一闪，我懂了，大小姐，想要的是镜子吧？
我立刻去为您寻找世界上最精致的镜子。你还是一如既往的。星星大小姐有些无奈的转过身去。大小姐，你对镜子还有什么需求吗？我收回刚才的话，我的镜子够多了。我拥有什么并不重要。如果我无法得到那样我想要得到的东西，那么这一切将毫无意义。从小的时候，星星大小姐从小就是想要什么有什么，想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到，一切都随她的心意。而她也在这种情况下对一切慢慢开始失去兴趣，感觉孤独，直到她遇到了影。她被家人抛弃，而少女在那一刻顺着自己的心愿收留了她，而影在收留后也当起了照顾她的责任。她不会由着我的任性，她甚至会训斥我。同时，他也能察觉到我的孤单，安静地陪着我。他总能在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，由于过于优秀被周边人排斥的时候，安慰我、夸奖我。你之所以能做到这么多的事情，都离不开你自己的努力。你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。你一直都是个很努力的女孩。少年静静地安慰着少女，他总是这样子，为她描绘丰富的她的世界，为她带去不一样的色彩。大小姐有些失神地望着阳光明媚的窗外，自己的影在外面的人气还是太高了。不仅学校里有许多粉丝，也有其他的千金大小姐对她有想法。可恶呀！可是，一想到自己才出去了这么几天，就有这么多偷心猫按耐不住，趁我不在突然和她告白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我可是喜欢了影很久很久，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久。就在少女怀春思考之际，一位女仆走了过来。星星大小姐，万事俱备。正如你所料，天气、时间刚刚好。好，谢谢你，大小姐，请注意脚下。影站在楼梯前，对星星大小姐伸出手。星星看着眼前帅气的影，脸颊不自觉地泛起红晕。影是我的管家，把我视作他要侍奉的大小姐，对我满怀敬意和仰慕，还有深深的好感。要是我现在和他告白的话，他肯定会因为我的身份而答应我。而星星大小姐有自己的自尊，不想因为这层主仆关系的掺入影响到两个人的恋爱情感，我绝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首先要让她意识到，我不单单只是她的大小姐，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。手不由自主地抓紧了影的手，由缓至急，一步一步来。只要我让影有一次小鹿乱撞的感觉，之后就可以徐徐图之展开攻略。而这一切她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大小姐自信地看着和女仆拿书包的影，我的安排完美无缺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对我心动。大鱼也是如大小姐的预料般如期而至。哎呀，看来今早我的直觉是对的呢。影略带歉意地说：“抱歉，大小姐，时机不巧，我应该多看看云的。没事啦，这也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”星大小姐假装遇到难题：“哎呀，有一点小小的麻烦呢。事实上，现在房子一把伞都没有了。”啊，没伞了呀？一把都没？是呀，太巧了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大小姐的预谋，把所有的伞收起来，还和司机打好了关系。少女有些装模作样的开始了表演。其实昨晚我突然心血来潮，托人把雨伞全部送去修缮，还有出行的车也在维修中。而其他佣人也是十分的配合。交通工具什么的你就不要想了，根本就没有。影也确实被无语到了，一个早上怎么可能这么巧？对了，联系一下雨伞店。太早了，没开店，那就去便利店买。大小姐什么身份用这种东西呀？我们诡计多端啊，不，聪明善良的星星大小姐突然想起自己的书包好像还有一把折叠伞呢，看来没办法了，我们只能一起撑着这把伞去上学了呢。看着星星大小姐开心的模样，了解。而身后的佣人也是露出了得逞的微笑。街道上，影细心的将雨伞倾斜在星星大小姐身上。而我们的大小姐正开开心心地哼着歌。抱歉，大小姐，让你和我共撑一把伞。安了，倒是你，因为这把伞很小，所以要离我近些哦，可别淋湿了哦。了解。Nice， 完美，一起撑伞子作战，大胜利。星星小姐露出了一次计划成功的微笑。听说以前爸爸妈妈就沉浸在雨天中，两个人共撑一把伞，这种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毕竟我们可不是经常这么亲密呢。来，尽管心动吧。星星大小姐把目光望向了影。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黄毛丫头了，现在的我可是成熟的女高中生。凭我的气质和魅力，就在大小姐的视线停顿在影俊俏的侧脸上。
突然侍卫停顿了一下。啊，尹他什么时候这么高了？下巴好尖，好帅，手臂也那么的结实，手指又细又长。少女心动的看呆了，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。大小姐，见新英在发呆，尹疑惑的问了一下。啊，我在，请好好的待在场下，不然会被淋湿的。尹轻轻的将新英大小姐拉入怀中，而亲密的接触让少女心动不已。啊，我会小心的。可是你同手同脚了，不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少女有些泄气。这是我心动了啊，烦死了！为什么他的事情总是事与愿违呢？雨也差不多要停了，此刻新一大小姐涌现出强烈的危机感。如果我一直无法表明心意，要是有其他女生偷偷和他告白，等等，我是因为尹拒绝了他们才放宽心，但是要是尹拒绝的理由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那不管我做什么都是白费功夫。不，情况可能更加糟糕，万一尹他暗恋的人也喜欢他。尹大小姐，雨有些，我还没有问原因。什么？那个，为什么你拒绝了他们的告白？理由呢？是不是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？尹看着大小姐纠结的模样，缓缓将雨伞收起，伸出手。对我而言，已经没有再喜欢上任何人的余地了，因为我早已许下诺言，此生有你，足矣。看着尹认真的模样，新英大小姐也是放下心来。哎，这是在告？是的，为了回报大小姐对我的帮助，我会献出我的所有。是吗？大小姐的心情一下子就晴朗多云了。请问你对此有什么不满的吗？不，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，你还是那副模样。不过我们大小姐还是在心里暗戳戳的安慰自己，自己在尹心中的地位还是比其他人高出些许位置，暂时领先，能赢的，会赢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会接受其他人的告白吗？怎么说呢？没有大小姐的生活不敢想象。也就是说，但是她们都是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子，全部拒绝了也太可惜了。或许在存在的哪条世界线中，就有一条我接受了告白的世界线，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的。是这样子啊。虽然尹只是在开玩笑，但是大小姐还是不能放下戒心，必须在偷腥猫偷吃之前。怎么突然说起猫咪了？没什么，只是我觉得既然你有这样子的决心，那我也得更加努力，不能辜负你的心意才是。特别是让你喜欢上我的这件事，将我们的契约从主仆变成恋爱上的，此生有你足矣。而身后的尹突然开口：“大小姐，其实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不仅天赋异禀，还努力善良，会对我这种人伸出援手。你是我，不，在这个世界中最善良的人，所以不能误会。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恐怕早已轻易坠入爱河了。你恐怕早已轻易坠入爱河了。注意，这里我不管是日语原文还是音弱。だから勘違いだけはしてはいけないきっと、俺でなければ簡単に恋に落ちてしまっているですよ。都无法理解男主说的话，有看得懂的小伙伴可以解释一下。新英大小姐也没有听清楚乙的自言自语，回过头有些疑惑。这只是我的自言自语罢了。这样子啊。对了，英，时间来得及吗？放心，大小姐，我们今天出门的时间比平常早得多。一如既往，大小姐，你的直觉十分准确，或许你在异世界中就有着主宰世界的能力哦。就算没有这份直觉，我也能凭借我自己的能力成为主宰的。你以为我是谁？当然是大小姐的话，我无条件相信。金英也是被引逗笑了，就是嘛。金英大小姐自信的回答：“我会用上我所有的才能、运气、体能和第六感，还有一切可以用的事物。对于伟大的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不管敌人多么的困难，都是小菜一碟。而我们的影没有 get 到少女话中的心思。你是在说什么游戏吗？”少女捂脸，算了。说着，大小姐不再胡思乱想，牵起了少年的手。总之，你做好准备吧。新英大小姐被引优雅的牵下车，很多同学都被眼前这双佳人吸引了目光。是天堂同学，居然一早就遇到他了。他还是那么的可爱，不仅成绩优秀，运动神经发达，还是集团后续的继承者，还真的是完美的人呀。
虽然我们的新英大小姐对此已经习以为常，但是还是不可避免地露出微笑。啊，是尹同学。新颖同学听到这句话吓了一跳。又有人惦记上她的瘾了。大小姐忍不住偷瞄了一下一旁春心萌动的少女，试着打招呼怎么样？我听说还有人和她告白了，就连学姐也忍不住出手了，但是都被拒绝了呢。要不我也鼓起勇气。少女们句句饱含爱意的声音落在新英大小姐耳中，十分的刺耳。早上好，天堂同学。早上好，尹同学。虽然新英大小姐内心万般抗拒，但是新英大小姐的表情还是那般完美。早上好，尹同学，谢谢你前阵子教我学习，多亏你我才通过了测试，很高兴我能帮上你。但是和你自己的努力也对得起这个结果。哦，我还看了尹同学的足球比赛，看着其他少女还在和影套近乎，新英有些受不了了。那个不介意的午饭我们一起。不好意思呢，我们今天必须早些去教室。大小姐一把环抱住影的手臂，将她拉离了这是非之地。怎么了吗，大小姐？有什么要紧事吗？肯定啊，必须带你逃离危险地带。拉着影跑路的新英大小姐再一次察觉到了危机。勾引影的家伙比以前多太多了，形势严峻啊！我必须要早点行动了。又是你，哟，早上好啊，你俩。早上好，学道。新英大小姐脸色有些难看，待到把书包放下，才回应学道：“早上好，梦见同学。咋了，天堂同学？一早上就跟便秘了一样。没什么，不用在意。还是那副冷漠的模样呢？难道你忘了我们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吗？谁跟你很熟啊？喂，学道，别一大早就烦着大小姐。凤见倒是你，难得见你这么早来上学。因为我今早是坐电车来的，特地坐电车来，平时不是开车来吗？我想和高等部的学生打好关系嘛。他们经常坐电车上学，我想这也是我们能接触亲近他们的好机会。其实我今天和一个外部的女生相处得很愉快哦。大小姐对此嗤之以鼻，就为了这样而去坐电车上学也太无聊，而且还麻烦，想必很挤吧？倒是这么一回事。学道笑了笑。下午放学的时间和高峰期不重合，可在早上的话，那种被挤到身体动弹不得的场景比比皆是。新英听到这一句，突然新英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我可以稍微问一下吗？早上的电车真有这么挤，身体都动不了？在早上高峰期的话是这样子的。那种和别人完全贴在一起的感觉是很难受的。明天上学就选择电车。大小姐，请问您有在听吗？当然。所以说电车上早上非常挤。有多挤？直到下车前都无法动弹，只能和别人紧紧地挨在一起。大小姐眼神变得认真。即使是山崩地裂、世界终结之日，我们明天都要坐电车。怎么突然这么执着要去坐电车呀？无论如何，明天上学坐电车，你都要和我在一起哦。我当然会陪着你的。而雪道也是看出了大小姐的想法。原来你还有这种机车。上次的一起撑伞大作战，因为我害羞，所以算失败了。但是这次电车是强制性把人挤一起，我就可以和影光明正大的贴贴了。我要用我的魅力彻底攻陷他。而我们大小姐一旦有了目标，就开始认真查询什么时候的电车最挤了。恐怖的执行力让学道有些汗颜。啊，在这里呢，天堂同学。西班的同学有事找你哦。大小姐看了一眼，是不认识的人，但是还是起身走了过去。而影看了一眼，那个女生前段时间我在车站买东西遇到过。什么嘛，你认识喽？不，她当时被一个想要搭讪的人缠住了。而不出所料的，新英大小姐看着脸带羞涩，递出礼物求新英转交给影的少女，神情彻底有些崩坏。等一下，影，你该不会是……对，我无法对这种事情视而不见。但是他找大小姐是要干什么？雪道也是立刻猜到了少女的心思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她是为你而来。大小姐气汹汹地走了进来，把别人送的礼物递到影前面。这是为了回报你在车站对他的帮助，他自己做了些饼干，请你好好享用呢。影接过了大小姐递来的饼干，非常感谢。影有些疑惑，但是她为什么不自己拿给我呢？大小姐脸色变得阴沉，还有计划有变。
不用等明天了，我们今天下午就坐电车回家。说完便转身离去，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影。学道瞥了一眼转身离开的新英同学，我都有点同情天堂同学了呢。大小姐气势汹汹地往外走，觉得自己有些大意了。影不管走到哪里，都能接二连三地碰上这些偷腥猫。原定早上的计划只能改到下午了。大小姐拿起手机找到了自己制作的 APP，时不我待，不能再拖了，今天一定有突破性的成果。说着，便查写了电车哪一趟比较拥挤。放学后，新一大小姐开心地带着影来到了车站。我们就在这里等着吧，下一趟的电池要到了。大小姐，你平时很少坐电车，但是趟上去相当的轻车熟路呢。真的吗？西英有点心虚，这只是一般的常识啦。总之，大小姐千万不要勉强自己，我已经安排好了接送我们的车，哪怕在中途下车也是没有关系的，别担心，没问题的。影习惯性的看了看时间，他也不觉得这一趟电车会有多挤。西英看向即将到达的电车，那电车到了。看着缓缓进站的电车上空无一人，影也是有些开心。果然如他所料般的还空着，但是在他们面前停下来的车厢里面的人却是非常拥挤的。来吧，影，我们上车吧。停，等一下。影连忙制止了想要上车的大小姐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影指向了旁边空着的车厢。为什么前面的车厢这么挤，后面那一节却完全没有人？大小姐是无所谓的表示，偶尔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吧。那大小姐，我们还是坐后面的车厢吧，这一节实在有点挤。大小姐指了明显只剩下2个人的空位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不等影再开口，新英大小姐就直接将推上了车厢。怎么会这样？影有些疑惑，但是又说不出来。而这一切都是大小姐的计谋，只是她用自己的私房钱和权势创造出来的电车满人大作战，雇佣了许多人来做群演，就是为了将2人挤在一块。也就是说，从影踏入这辆电车的时候，就已经进入了大小姐的陷阱当中了。既然那只偷心猫选择亲手做饼干这一招，那我就用亲手打造的满员电车计划来一击制敌，以决胜负。大小姐露出一丝计谋得逞的微笑。接下来只要自然的靠在一起，若无其事的贴在一起，只要能让他小鹿乱撞，可自己作为低攻低防的大小姐，在靠近影的那一刻，心跳不自觉的加快，连脑海里的计谋都全部忘记了，靠得太近，让他失去了理智的思考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而电车的突然摇晃，让新英大小姐不自觉地扑向了影的怀抱。大小姐，你没事吧？耳旁传来影关切的声音。没事。而在抬头的瞬间，看到了影帅气的面庞。少女不自觉地低下头，而影对此有些感到歉意。非常抱歉，大小姐，这个环境太让你感到约束了。我很好哦，没什么好道歉的。大小姐倚靠在影的胸前。不行，不能重蹈上一次的覆辙啊！一想到那个女生鼓起了非常大的勇气，我也不能就这样懦弱下去。鼓起勇气的她也是将身体更加贴近影的怀抱。大小姐这样子是否对你感觉有些不太好？没事了，比起这种事情，现在先别顾虑那么多，再离我近一些。你可要好好的保护我哦。大小姐说完后低下头，这已经是她所能做到的极限了。再近一点，她的心脏也有些受不了，心声都要被她听见了。您把新英大小姐逼咚在墙上。大小姐有些不明所以的疑惑地抬头看着他。当然了，我的大小姐，只要有我在，无论什么时候。说着，影轻轻拂过少女耳边的柔发，都不会让大小姐你受到一点伤害的。瞬间让大小姐心神震荡。投降。大小姐此话一出，瞬间车厢直接清空，影直接都懵了。这个车站这里是有什么活动吗？大小姐已经受不了，无力的蜷坐在地上，灯下捂着脸里，把影吓了一跳。怎么了，大小姐？果然，满员电车对你来说还是太勉强了吧？没事，我现在还好。当时，请不要盯着我的脸。少女心神荡漾，被影壁咚了，不仅刚刚离得那么近，还能感受到她的鼻息与体温。虽然很开心，但是和计划完全不一样啊！
下次绝对要成功，我一定要把瘾攻略下来。大小姐，总之先找个地方坐下如何？数日后，在其他少女的耳中听到了瘾在电车中壁咚保护了一个女生，人气变得越来越高了。下午柔和的光线照进房间，少年和少女两个人紧挨在沙发上。怎么了，影？接下来轮到你了哦。说着，少女伸出自己的纤纤玉手和少年十指相扣。妈，我们继续吧。数十分钟前，放学时间，谈话室中，雪道喊来了大小姐和影两人，来参加他制作的一款桌游测试。大小姐表示无所谓，反正现在也没什么事情。影自然是大小姐说什么就什么。雪道开心地将游戏取出，在两人探究的目光中将游戏摆好开来，其精细化的程度也能和市面上的桌游不相上下。你还真是擅长制作这些啊！面对两个人的夸奖，雪道笑嘻嘻地表示，其实是因为女孩子们的请求，所以做过了许多的东西，渐渐熟能生巧了。大小姐无语地看了雪道一眼，而影则是在看游戏里的内容。雪道，这个格子里什么都没有写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细心啊！马上就发现这个游戏的精髓了。格子上的内容都是写在放着的牌子的背面，等棋子停下来后才会知道发生什么，这才是这个游戏的乐趣。除此之外，就是走完格子的棋子，率先抵达终点，就是王家的胜利，对吧？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吧？但这个游戏有个必须遵守的规则，玩家必须要执行自己格子里的指令。哎，隐有些疑惑，正想要说什么的时候，大小姐已经率先开口：“我想要的就是这样子。”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影试图和大小姐说明情况，而这会的新一大小姐和雪道两个人就像合了同盟一样。影，这就怕了吗？喂喂，你这种心态可是赢不了游戏的哦。而影还在慌张地跟新一大小姐解释：“大小姐，至少请允许我检查一下指令里的内容。我是无所谓，但是这关乎到大小姐的品味。影，我可不允许这样无理的行为发生，宁愿将生命付之一炬，也要夺取胜利，这就是我作为玩家的自豪。大小姐，你什么时候有这种觉悟了？好，这就是天堂同期的锐气啊！那就由我开始吧。”雪道二话不说的直接开始了游戏，骰子掉落在地上，好巧不巧的停在了那个围着校池外围跑10圈的格子上。什么？又在这么大的学校里跑10圈？不，看来游戏是真抛弃你了。两个人跟撞头好了一样，雪道没有选择违背规则，而是老老实实的出去跑步。而转眼间就剩下他们两个人，一脸懵逼的影还想劝阻雪道的行为，而身后的新一大小姐已经投起了骰子。影突然被拉了一下，有些疑惑的回过头看着新一大小姐，而新一大小姐这会将自己的手十指相扣在影的手上。大小姐，影话还没说完，格子上的指令是必须要执行的。见大小姐一手牵着影的手，另外一手拿着牌上的内容，直到你的下个回合开始之前，请和旁边的人保持恋人式的牵手。所以说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。可怜的影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落入了陷阱当中。怎么了，影？现在轮到你的回合了哦。校园里的某个角落，雪道正拿着一瓶水坐在椅子上，无奈的叹了口气。哎，真的快累死我了。比起真的去跑圈，或许还是这个更加累。昨天傍晚，来自新一大小姐的信息，要求她制作一款能和影合法调情的桌游，而且不仅要提供游戏，还要想办法塑造环境。妈，单凭这个游戏已经让那位天堂星音欠下了人情，也算是稳赚不亏吧。剩下就靠你自己喽，加油啊，大小姐！这会儿正襟危坐的影和大小姐十指相扣。大小姐，咋了？这游戏是不是有点奇怪？会吗？因为在和大小姐恋人式牵手后的格子，又是上面这种写着拥抱你旁边的人10秒钟，我觉得完全没什么奇怪的呀。看着大小姐兴奋的表情，影觉得奇怪的不会是自己吧？学的，你这家伙！影隐约的意识到自己被做局了，而这会儿的星星大小姐则一脸坏笑的看着有些害羞的影。毕竟这个游戏里，除了第一个格子以外，都是她精心设计出来用来和影调情的。这就是大小姐的桌游恋爱互动大作战。我势必要在这个游戏里攻略你。星音装模作样的看向游戏里的内容。哎呀，我是你旁边的人。星音大小姐迫不及待的伸出自己的双手。快点，抱紧我吧。我明白了。
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尹，一把环抱住了眼前焦灼的大小姐，而大小姐也被尹大胆的动作一时间惊得不敢说话，只有那饱含春水的眼眸在微微闪烁。见大小姐身体有些僵硬，尹略带歉意的说：“抱歉，我是不是抱得有点紧？”“啊，没事的。”那尹和我们最开始相遇的时候，相比你成长了很多。确实如此，大小姐你也成长了不少。哪里？哎，我成长最多的地方，你觉得是哪里？大小姐说完后，更加紧紧地抱住了尹的腰，俏皮的声音在尹的怀中响起。尹略微思索，这么说的话，应该是更能坦率依靠他人这一点吧。大小姐听到不是自己期待中的回答，心情瞬间低落了不少。而尹还在自顾自地夸奖大小姐虽然聪明又努力，可是不懂得依赖他人。但现在好多了，是个不错的成长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是我会错意了吗？不管怎么说，答案就是欧派吧。最近他又变大了，真的很困扰的。大小姐，这种话怎么能随便说出口啊？话说回来，10秒钟已经过去了吧？该是骰子了，大小姐。说罢，尹将大小姐推开，自己松了口气。而大小姐也意识到尹这种程度的攻略是攻略不了的，又干脆一鼓作气发起总攻击。那尹，我们2个人骰子一起投怎么样？然后我们同时执行指令。哎，可是遇到2个指令冲突的话，那时候分开就行了。总之先试一下吧。好的，我这致命的一击挡得住吗？随着骰子落地，出来的2个指令分别是：直到下个指令开始之前，对其使用公主抱，对旁边的人列举出10个你喜欢他的地方。大小姐开心的拿起这2个指令牌，兴奋的说道：“从着对其预主公主抱的同时，表白10个她喜欢的地方。”这也太离谱了吧，大小姐！这里很明显的看出，从者便是尹，狱主便是大小姐，这样有很多游戏漏洞，但是还是被大小姐蒙混了过去。为了不给尹思考的时间，少女直接脱去外衣，跨坐在尹身上。你就不想抱抱我吗？吸引大小姐目光灼灼的凝视着尹。那失礼了。在少女紧张的等待下，尹轻轻将少女抱起，抱坐在怀中，而显然这等亲密的接触，比之前的满园电池还要更加的亲密，瞬间让少女慌了神。还没有平复心情的时候，尹就开口说道：“然后是列举10个我喜欢大小姐的地方，这样吗？”“没错，但是一下子要说10个可能还太难了，不是吗？”“没关系的，你可以想一想。”大小姐想趁着尹思考的时候冷静一下。“这很简单哦。”“我喜欢你努力的样子，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全力以赴，那副拼命的姿态，还有那份不会刻意显摆努力的高尚心灵。对自己充满自信的这一点，我也很喜欢。能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的同时，也能体谅他人的感受，并且能够做到珍视这一点。”尹抬起头来看着大小姐，发现大小姐现在正捂着脸。“大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先停一下。”“可10个我还没有说完。”“早知道就先不要再说下去了。”大小姐脸似桃红，头晕目眩，这比想象中的更有破坏力。“能不能不要再说这种内在的，说点外表怎么样？”“哎，可大小姐的魅力不单只有外表。”“好了好了，现在开始，静着谈内在。”“了解。那么……”大小姐计划得逞般的握紧了拳头，在贴近的同时说出喜欢对方外貌的地方。在这种情形下，你小鹿乱撞是必然的。而她的外表已经不知道被多少人夸过了，已经有了耐药性，打算轻松接受后，准备迅捷的反击。大小姐的金发特别漂亮。“是吗？谢谢。”她不仅如丝绸一般柔顺光滑，在阳光的映照下更是栩栩生辉，不知道多少次夺走了我的目光。“啊，尹对我目不转睛吗？”湛蓝的瞳孔让我联想到晴朗的天空，散发出凛然又高贵的光辉，宛如宝石般耀眼。宛如陶瓷般洁白无瑕的肌肤，更是彰显了大小姐的高贵品质。随着尹一句一句的说在大小姐的轻侃下，不由得心跳加速，脸色潮红。我应该是习惯了这种夸奖才对啊，但是被他这样盯着，所感受到的，大小姐羞得有些受不了了。“好了好了，是我输了。”连忙捂住了尹的嘴。“这些话，你要我怎么受得了啊？不行不行，咱们现在开始一句话都不要再说了，再听下去我要爆炸了。”
看着尹有些疑惑的目光，大小姐连忙解释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也没有讨厌你刚才说的话，也没有生气，只是我太开心了。无论我多么习惯被别人夸奖，你的话对我来说就是特别的。你很擅长发现别人优点，也会把这些诚实告诉对方。对你来说或许是理所当然的，可是对我而言，尹轻轻将少女捂住自己的手拿开，将少女的手环抱在自己手中，认真的回答道：对我来说，刚刚说给大小姐说的话也是特别的哦。就算除了你以外的人，我也能列举出欣赏她的地方。但是，像这样的话，我只会对你说，只有我。没错，对我来说，特别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大小姐你。这句形同表白的话，让少女的脑子瞬间宕机。这是梦吗？哪怕开2万瓶香槟也行。你可以再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吗？大小姐，你可都快晕过去了。你还在说什么？交给我吧，英，我会让你第一个品尝到它们的。大小姐，请不要用学校里的物品来堆茶杯塔呀。而在楼下的雪道听着房间里的动静，不由得苦笑一声。大小姐的恋爱冒险前途多坎坷，别以后出现一个从天而降的恋爱强敌这种。而同一时间，一架回国的飞机上，坐着一位归国的歌手。清晨，大小姐一脸愁容的看着握着红茶而坐在对面一脸无奈的雪道。假期一大早就喊青梅竹马来家里借茶消愁是吧？该说不说，不愧是你，居然会被干净利落的反杀。面对雪道的调侃，金英大小姐没有丝毫的辩解，而这一态度也让雪道觉得有些诧异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表达了歉意。但是我可不是那种摔倒后就爬不起来的人，虽然作战失败了，可不是没有收获。通过这次作战，我发现了新大陆，只要能被引用公主抱抱着，还在耳边温柔低语，花多少钱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说着，大小姐炫耀了起来。要是以为我会因为那些甜言蜜语就丧失理智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哟。我觉得你就是被迷得神魂颠倒了。大小姐拍了拍桌，今天来可是为了聊正事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。学道瞥了一眼大小姐，你这次又打算采取什么作战和她贴贴？不不，太肤浅。恋爱的开端可不只有主动接近哦。那可真是抱歉啊，毕竟之前帮了这么肤浅的一个忙。面对学道的接连调侃，我们的大小姐也没有恼。你知道吗？英国有句谚语这么说：无法相见的日子里，却让爱情悄然增长。妈，总之我觉得我最近和你距离太近了，所以这次是增加彼此分开的时间的作战。说起来也的确，你俩从小就形影不离了。那就是说，颖现在不在这个屋子了。大小姐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明明是休息日，她还想着要去工作，我就劝她好好休息了。她觉得无所事事，中午就出门了。作战顺利的话，称得上完美。毕竟我们可是整整分别了2个小时哦。哈哈，你觉得是就是吧？可是放着颖一个人真的没问题吗？说不定他现在又在哪个路上给你救了个情敌。大小姐虽然清楚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毕竟颖就算待在他身边，也能在一瞬间招蜂引蝶。这样子的话没问题吗？毕竟天堂里啊，还是有些地方比较天真。雪道将茶放下，因为啊，你上次还把辛迪亲手做的手工饼干交给他，虽说也不至于直接扔掉，但也可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塞进柜子不就好了吗？而新英这大小姐有属于自己的傲气，向他人吐露心声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，需要莫大的勇气。倘若这份心意无可退让，那便有着破釜沉舟的决心。所以就算是情敌，也不应该践踏这份心意。这样啊，倒是值得钦佩的。不过什么时候我们的天堂大小姐才能早日鼓起勇气，把那份无可退让的心意告诉某人？被说中心事的新英大小姐有些难堪。妈，等着瞧吧。分开的时间，我们的爱可是在一点一滴的孕育着哦。你以为是竹笋啊，能蹭蹭往上涨？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，雪道的手机震动了起来，里面的信息是最新的情报。你知道那个新闻吗？活动休止期间的歌姬突然回国了，而这位鼎鼎大名的歌姬，连新英大小姐也有所耳闻，在全世界享有着相当高的人气。而她这次归国留洋，也是因为在自己老家待得更加安稳吧。雪道直说非也，
因为那名歌姬现在就在这座城市里。哎，总之呢，在情报处关于这位歌姬的询问可是相当的多。雪道自顾自地说，虽然动用自己家里的人脉也能查个大概，但是对他来说确实没什么必要。想见他一面的话，在大街上撞撞不就好了？说不定逃跑出来的公主就会从天而降呢。说到这里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妈，怎么会有这种命运中的邂逅啊？又不是动画片。不，如果是影的话，还真有可能做到。重新确定他今天休息外出中，而影的话也不会离我太远，应该在这座城市里。两人陷入了沉默。新英大小姐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啊，影给我来信息了。信息中赫然写着，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忙的人，在这段时间可能无法联系你。啊，这大小姐突然拿出喇叭，紧急事态发生，立刻把车开过来。我也得去吗？快点啊，凤姐，你也一起来。而1个小时前，我们善于助人的影，在路边帮助了少女捡回了小猫，还顺带安慰了因为小猫逃跑而伤心的小孩。一看时间，才过去了不到1小时。无奈的感慨从大小姐那边收到，会头疼的只有休息室这种东西了。这说的是真话吗？而在走到一处巷子旁边，听到了墨镜掉落的声音，敏锐的影连忙走过去查看情况。而这会儿从天而降的少女，由于没抓牢绳子，失重的跌落下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危险！影冲了过去，在最后关头接住了少女。你没受伤吧？少女在短暂的失神后，将帽檐压低。我没事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真的没问题吗？没问题的。沿着绳子往下爬，你太冒险了，你一定很害怕吧？没有，就这种程度。影没有选择揭穿少女，而是微微一笑，哈哈，真是勇气可嘉呢。还站得起来吗？影想扶起少女，可是少女还是腿一软，跌坐在地上。果然还是觉得很害怕吧？少女颤颤巍巍地比了个耶，这种颤抖程度可不是一个耶就能糊弄过去的，请不要勉强。只靠一根绳子下降，发抖是很正常的。少女神情有些低落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想到你因为我而受伤的话，还是会很害怕。明明我做的这种危险的行为让你有受伤的风险，可是我连道歉的话都没说，实在有些抱歉。不用管我，你赶紧走吧，不然会有麻烦的。承蒙关心，感激不尽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尹缓缓开口，请不要放在心上。你现在还在发抖，总之等情绪平复下来之后，先好好休息吧。但这样的话，少女还有些犹豫。不用怕，追踪你的人还没有赶到这一带地方。哎，少女有些吃惊的看着尹，她居然知道现在的情况。请放心吧，周围没有人在进行侦查或者追踪的迹象，也没有被监控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就凭这些信息？说到这里，尹微微一笑。作为大小姐的侍从，这种事情是理所应当的。啊，不过哟，不用担心，我没有受伤。那时我就把冲击卸在地上了，保证两个人都没有受伤。你呀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呢，是吗？毫无自觉呢。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人是无法察觉到气息的，更何况救下一个从天而降的人。不过一般人也不会沿着绳子从高楼滑下来吧？你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。少女有些窘迫，我是看到了疑似追捕我的人，才一下子慌了手脚。不可思议的人，这就是物以类聚嘛。哈哈，或许真的是吧，哈哈。在小巷里聊着这种事情，也是挺不可思议的。眼将捡起的眼镜递还给少女，追你的人可能很快就来了，我们先离开这里怎么样？就当做命运使然吧。小姐，能否让我护送你，直到你认为安全的地方为止呢？少女沉默地低下头，接过眼镜。你不觉得我是做了什么坏事才会被追捕吗？影摸着下巴思考道。即使在逃亡中，也担心因为自己而使他人受伤，以至于双腿发软。我觉得不可能是坏人。那么你是坏人吗？少女紧张地握住自己的手臂。或许吧。我知道我的离开会导致很多人手忙脚乱地找我，我的任性妄为害他们忧心忡忡。我也明白这样子逃下去只会是白费功夫，但我真的好害怕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管回家还是面对现实，我都觉得好恐怖，好害怕。哪怕只有一小会儿，也希望逃到别的地方。谢谢你的关心，但我并没有陷入什么危险，所以说没事的。我的话不要紧的。影看了低落的少女一眼，你有想过去哪里吗？还没有决定，也没地方可去，但没关系，
尹温柔的声音响起，替少女做出回答。既然如此，不如一边散步一边想想要逃去哪里吧。哎，散步？对，可是我目前在逃亡耶。你不是还没有目的吗？其实我还不太清楚要怎么度过这个不习惯的假期。你觉得这样如何？你决定怎么逃，我决定今天怎么过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不如结伴而行，一起在街头走走。少女还是有点不知怎么做，正想要拒绝，少女话还没说完，则看着少年伸出手，做出邀请的姿势。你呀，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呢。就在两人离开不久后，新大小姐来到了尹刚刚所在的位置。来迟了一步，这完全就像侦探未能阻止事情发生之前的胆识啊！总之，我们在你的直觉带领下来到了这里，但是为什么晚来了一步？中间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这么隐蔽的小巷，还有一条垂落的绳子。从下榻的酒店里逃跑的歌姬，在被工作人员追赶的过程中，试图沿着绳子往下滑，恰好被引救了。而经过一番波折后，这留下的痕迹怎么看都像两个人私奔的证据。你这是什么灵觉吗？画面感都出来了，不能坐以待毙，得尽快的找到他，把立 flag 的行为控制在最小程度才行。必须赶紧找到他们，来得及吗？但是你的作战出乎意料的有效呢。面对雪道的调侃，大小姐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就是无法相信的日子，却让爱情悄然增长。不过这回增长的爱，说不定就是尹和你那位情敌之间的呢。看着大小姐那阴沉的脸色，雪道意识到自己玩笑开大了，在事态挽回之前，必须找到他们。我为我刚刚的失言会负责的。由于我们的尹过于乐于助人，大小姐通过一路的探查，分别在通往车站的大街、电影院前的咖啡馆、购物中心的会场，找到了被尹帮助的人们。大小姐脸色阴沉地看着手机，自顾自地念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尹曾经走过的路，仿佛历历在目呢。多亏了他沿途的善举，让搜查变得有迹可循。哼，你没救了。从细微的证据中推断出真相，这就是 FBI 的搜查力啊！我可不想加入这个没有名誉的组织。”大小姐根据证言，先是在大街旁的小巷遇到了歌姬，之后在咖啡馆休息了一会儿，接着在活动会场欣赏市民音乐的演奏。看样子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假期。作为主人的我无比欣慰啊！天堂星音，你的真实想法已经表露在右手上了哦。雪道觉得有些诧异，歌姬在路上居然没有被其他人认出来，想必他当然是有做些变装吧，亦或者引的助人光环覆盖了他一人的气场。你以为这是什么战斗漫画吗？总之，从路线推断，他们就在车站附近，我们要立刻把他们找出来。而恰巧被后边急匆匆的大叔听到了两人的对话，委派专家来不是更好吗？你看不出来我想离开了吗？不行啊，贸然使用专家的话会被尹察觉到气息的。就在两人沟通的时候，失礼了，可以问一下吗？刚才我好像听到你们要赶往歌姬那里。而此刻的尹和歌姬两个人正在游戏中心，少女开心的抱着一只可爱的猫咪玩偶，好开心。虽然我是第一次来电玩城，但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么好玩，真的太好了。有喜欢的哪个吗？那个有很多颜色会噼里啪啦的涌过来，然后叮叮咚咚响的游戏。哦，那个是音游，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，每一个都还挺有趣的。少女开心的举起身前的玩偶，这个，谢谢你从娃娃机里帮我抓到它，不足挂齿。但是你是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的？因为每次你经过娃娃机的时候，都会一直盯着它，那扭头的角度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。少女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，连忙道歉：“没事啊，我正好也想玩娃娃机，你创造了这个机会，真的帮大忙了啊！如果拿着不方便的话，就放我这里吧。”尹伸出手想要接过少女手中的玩偶，少女摇了摇头：“不了，我想自己拿着它。谢谢你，我会好好珍惜它的。”嗯，那接下来要去哪里？你说过你有想去的地方。我想去站前公园附近的鲜榨果汁摊。少女自顾自地往前走，就当做对这个孩子的感谢，我来请客。走这边吧。请等一下，不用客气，这就当做我的谢礼。不，我想说的是，你走的那边是站前公园的反方向。少女指了指前面，北。非常遗憾，那是南。
少年有些害羞，脸上不自觉地泛起红晕，调转方向走在影的前面。难道说你其实是路痴？并非，只是对方向感觉有些不一样而已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就是路痴，才不是。影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一丝笑容，真是个很好懂的人呢。影的这番话显然让少女有些误会，抬头看着他，意识到自己有些问题的影，连忙说道：“我没有说你的坏话的意思，只是想说你很容易争于事发于身，是个感情丰富又坦率的人呢。”而这话显然说到了少女的痛处，脸是一下子的低沉了起来。没有这样的事。哎，和大家相比的话，我的表情好像有些匮乏。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被说了很多闲话，面无表情且冷漠，不笑的时候很吓人，完全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并不是在忍耐，而是在压抑自己。我也想和大家一样传递心意，可是我的心情却是那么的难以表达。毕竟人各有所长，或许你身边不擅长捕捉细腻情感的人比较多吧。虽然我在这方面算不上专家，但你确实有着丰沛的内心，能将自己的情感精彩的表达出来，是位又真挚又实诚的人呢。哎，面对影对他的评价，少女有些诧异。或许你在表面上看起来很清冷，但其实你是一位细腻敏感、富有感知力的人。从和你相遇以来，你一直通过表情、言语和举止率实的表达了自己的情感。正因为如此，我现在才能和你在一起。听到你坦诚相告，我打从内心里高兴。少年的声音宛如清冽的甘泉，滋养着少女的内心，让她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丝会心的微笑。而路人的一句话，却让少女直接打了个寒战。呀，宇波一夜！路人们看着百货大楼的荧幕广告，开心的评论：“这次要出的专辑，绝对要买。”他本人不是暂停活动了吗？哎，这不是活动开始前的一个过渡吗？呀，我好喜欢这首歌。一位可爱的少女露出幸福的笑容，在父母的环绕下，拥有了成为一位歌唱家的梦。少女怔怔地看着远去的幸福一家的背影，心情变得异常复杂，低下头抱着玩偶。鹰也看出了他的情绪不对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。一处公园里，两人坐在长椅上，少女的脸恢复到了一开始的面无表情。鹰买来了水，带着你到处走动，真的抱歉，应该多考虑一下你的身体情况的。没事的，只是有些累而已。建议没有回答，你应该注意到了吧？我是谁的这件事，怎么说呢？有时候我会被大小姐说迟钝，但是在我们度过的这一段时间里，我能注意到的，你是一位非常温柔、坦率和真诚的人，这样子就足够了。就在少女感动之际，哦，对了，你还是个路痴，才不是。哦，那我现在还注意到了一点，你还是个顽固的人。影的话让少女的心情重新变得活跃起来。真奇怪，你能使用魔法吗？能够温暖心灵的治愈魔法。我呀，平时都没有这样子开怀的效果。我的妈妈也会魔法哦。当她施展魔法的时候，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闪闪发光。那是能让每个人都绽放笑容的魔法，也是能够让爸爸幸福微笑的魔法。可随着母亲的离世，父亲一蹶不振的样子被少女看在眼里。她也想学会使用魔法，使用妈妈的魔法，想要让爸爸振作起来。而就在少女练习妈妈的歌的时候，意外的被爸爸听见了，因为爸爸也觉得她的歌和她妈妈很像。在这一刻，少女看见了爸爸许久未见的笑容。从那时起，少女就多了一项练习魔法的理由。如果能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歌声，爸爸就能更加多的笑。如果他开心，那就一定会笑。那我就能像妈妈一样唱出魔法的歌，让爸爸幸福的歌。可越有这样的信念，少女愈发的对自己苛刻起来，不管什么东西都对标她的母亲。可每个人毕竟都是不一样的，越是吹毛求疵，越是达不到自己理想的效果，就不能像妈妈一样使用魔法了。而对自己的苛刻，导致对他人的要求也是越发提高。
逐渐的，当身边的人无法接受他那苛刻的要求，自己也愈发的想要跟他妈妈一样唱出能治愈一切的歌，让父亲重新绽放对他的笑容。就在一天回家之后，意外的听见了他的爸爸和他人的对话，我已经无法忍受了，到极限了，我再也不想听到一夜唱歌了。我听到他的歌声就很痛苦，而这一句话也成为了压倒一夜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一夜，怎么了？今天的训练已经终止了，你需要休息一会儿。你需要休息一会儿。经纪人有些关心的劝导他，必须要唱，要让爸爸幸福，要为了帮爸爸笑。可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爸爸的那一句：“你不需要唱了。”让少女的声音一声声的咽在了喉咙当中，再也发不出声来。唱歌好像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了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一夜和天堂的管家尹先生一同。是的，我无意让您对您的家人担心。作为尹的主人，我深感抱歉，雨波先生。新英大小姐和眼前的中年男子解释着目前的情况。一夜目前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块，没有遇到危险。一夜的父亲在和经纪公司交谈时，学到和新英大小姐两个人在后边。你原来认识那个歌姬的父亲吗？他和我们公司有业务来往，在宴会上见过几面，不过萍水之交罢了。你不也有出席公司宴会吗？不，我只是陪母亲露个面。我们素不相识，请无视我。而这会的大叔也打完了电话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已经联系好了工作人员，告知了一夜的平安。再一次感谢你，天堂小姐。承蒙天堂江大小姐相助，实乃三生有幸。您太夸张了，毕竟我们也只是偶然相遇了。那么，我们立刻重整旗鼓，开始寻找他们吧。有了父亲的帮助，定能以一当百万。据目击者的证词，他们现在在池塘的公园可能性很大，而却遭到了一夜父亲的拒绝。我不打算去一夜那里，这样子的话对那孩子更好。为什么？这样子 flag 将会使我的计划支离破碎啊！雪道连忙拦住了失态的大小姐。抱歉，她似乎有些失态了。哦，哦，可是榆树先生，你不是担心一夜小姐吗？实际上，我们不仅委托了一夜小姐的经纪公司处理此事，您不也在百忙之中找来了吗？榆树先生低下头，拿着手机的手攥得更紧了。确实，今天听到工作人员说一夜失踪，我确实坐立不安，四处寻找。但现在他与值得信赖的人同行，我不该强行接触。基因大小姐也是意识到了榆树先生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怎么了？是有什么无法见面的原因吗？他有些惭愧的低下头。一夜一定不想见到我，失踪的原因也在于我深深的伤害了他的心。而这会的影和一夜在一起，玩偶小猫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而一夜望着湖泊。你知道吗？我不能再唱歌了。从那天起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不用再唱了。”我虽然能够正常对话，但是想唱歌却唱不出来。医生也检查过了，是心理方面的问题。而我唱歌是为了父亲而唱的，想给爸爸打气，让他笑起来。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唱歌的理由。所以现在唱不出来也是理所当然的。既然爸爸不让我唱，那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再也不需要唱歌了。尹却不这么认为，并非因无人需要而存在，你只需要放弃自己的心意。即使你的父亲不需要，即使现在无法唱歌，可唱歌对你来说很重要吧？你很喜欢吧？这句话也有些答不上来，他不知晓他内心的答案。而尹讲起了在我们共度的几个小时里，他能感受到一夜对音乐的热爱，在咖啡厅里倾听着流行音乐，在活动现场也会因为他们的演奏而眼神闪闪发光，在游戏厅里感受着音乐游戏的乐趣，包括在街头大荧幕听到自己的歌声，你脸上浮现的痛苦和哀伤，
就证明着你能包容你喜欢的一切。最重要的是，在电视、电影、广告和街头随处可见。每次在不同地方听到你的歌声，都能感觉到你对歌曲的情感。所以，这对宇波一叶这个人，他是真的打从心底热爱歌唱，而这也揭露了少女内心的情感。忍不住回忆起以前对歌曲的创作与热爱，悲伤的低下头。我才不喜欢歌唱，怎么可能喜欢？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？因为喜欢本该更加璀璨。当你热爱某物的时候，内心应该是感觉到温暖，它应该是你分享温柔的珍贵之物，让内心充满幸福。喜欢就像妈妈的歌一样，能闪耀出魔法般的光芒。我喜欢妈妈的歌，父亲能够开心的笑，我是那么喜欢我妈妈的歌。我试图努力靠近她，为了实现梦想，越是努力前进，那些快乐的、幸福的回忆却越发模糊，越发痛苦。我的喜欢已不再闪耀，既不温暖，也不温柔。它是那样的自私、丑陋、伤痕累累，它就不可能是真的喜欢。每次想起以前，我就痛苦得无法呼吸。自孩提时代起，就一直珍视至今。我对歌曲的喜爱，不该是这样子的。可是父亲让我别唱了，而我也失声了，没办法再唱了。明明我失去了唱歌的理由，可我却那么的痛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如此痛彻心扉？为什么如此痛彻心扉？少年向前一步，当夕跪在了蜷缩着的少女身前。谢谢你，感谢你如此努力的向我袒露真心。喜欢的这份心情，我认为只要心中存着善念，便是温暖的存在。它能成为你的信念，赋予你力量，成为支撑幸福的依靠，赋予你活下去的意志。心中满溢着的喜欢与现实接触时，那份纯粹的情感，或多或少会受到他人的影响，而接受了现实，反而能让人更加强大。有时也会得到满足，也会受伤或者磨损，有时也会因为细微的波澜，将这一份感觉击得粉碎。正是如此害人，才需要很大的勇气，让你的喜欢，让你的思绪，在现实中满意，为传达情感而妥协。你是个很勇敢的人呐，无论你经过多少痛苦，多少折磨，都试图通过歌声传达你的情感。为了守护自己坚守的信念，你选择了战斗，在战斗中失去被磨砺，被何等残破，即使遍体鳞伤，而你根植在心中的美好与珍贵，从未改变。那痛楚与苦楚，都是你为喜欢而战的证明。而你现在强烈的情感，便是对歌曲本身的热爱。少年的话语宛如治愈的春风般，治愈了少女破碎的心。少女真正的蜷缩起来。我真的可以这样认为吗？即使我无法像母亲那般歌唱，没事的。即使我不单单只是为了父亲，没事的。即使我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用处，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歌曲，我无人在意。我还可以继续唱歌吗？就为了我自己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应肯定的回答让少女重拾自己的梦想。你之所以会无法歌唱的原因，我相信只是因为你被你敬爱的父亲拒绝而深受打击。而从此刻起，你想做什么？就在我们的影温柔地开导着一夜的心病的时候，我们的大小姐也是找到了他们的位置。我已经不想逃避了，无论多么痛苦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都想要再次唱歌，唱属于我自己的歌，让我的父亲听到。就在少女说完时，一夜的父亲已经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
而一夜也没有想到自己的父亲会在此刻突然出现。时间回到商人未出发之前，一夜的父亲惭愧地说道：“是我害他离家出走，也是我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。我无法面对他的感情，把他逼到了绝境，甚至在他那偷走了一件无可代替的珍贵之物。当然，我有些事情想要当面告诉他，但我更害怕再次伤害到他。光是这个念头就让我不寒而栗。宇博先生，我虽然不了解情况，也无意轻视一夜小姐的情感。然而，她现在在和我的管家影在一起。如果是影的话，我确信她能够察觉到她内心的创伤，以她的性格，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治愈她的伤痛。妈，我就感觉她现在已经在全力的治愈她了。就是这种行为导致她成为了行走的魅魔，一直破坏了家庭的和睦。对我来说，这简直难以置信。但是，即使如此，我也希望以努力帮助他人的善举能够得到回报，这就是我的真实感受。我不知道你的话是否能真的传达给一夜小姐，然而一夜小姐所需的勇气与力量，来直面你传达的心声，我确信在与影共度的时光里会被赋予这样的特质。父亲在听完了大小姐的话语后，终于下定决心，麻烦你带我去找他们吧。视角回到影这边，父亲来到少女跟前，气喘吁吁的：“一夜。”父亲刚准备开口，却被少女打断：“爸爸，对不起，是我让你受苦了。每次我歌唱，都会让你回忆起母亲，对你来说，这一定很痛苦吧？”“不会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也……”少女深深鞠了一躬：“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感受，我无法放弃对歌唱的热爱。即使你叫我停止唱歌，即使我无法像母亲一样歌唱，即使我没办法歌唱，但我还是喜欢听歌，喜欢唱歌，所以我还想要继续唱歌。我想要继续。”少女的话未说完，眼前的父亲就冲了上来，给予了她最温暖的怀抱。“对不起，一夜。而唱歌对你来说何其重大，你是那么的深爱着唱歌，是我将你的歌曲变成了实现目标的工具。你不必再模仿你的母亲，你不必再为任何人做任何事，尽管尽情歌唱你所喜欢的歌，这样就行。你早该告诉我这些的，看着你因唱歌耗尽身心，令我心痛。你倾尽所有，我却无法对你展露笑颜，这令我痛苦不堪。是我逃避了面对你的情感，抱歉，是我的错。我是一个失职的父亲。”“不是父亲的错，是我的问题，是我一直想着逃跑。”“不是一夜，你连一次都没有逃过，你一直以来不都是孤军奋战吗？你只是稍微的偏离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可你不也一直在努力前行吗？这怎么能算逃避？偏离正轨也无妨，迷路也无妨，停下甚至逃跑逃避也无妨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你的快乐，随心所欲的唱出自己喜欢的歌曲，这个比什么都重要。”少女在听完了父亲的心意，明白了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深深的爱着对方，想要保护对方。“谢谢你，父亲母亲，我很高兴，我会接着唱我喜欢的歌的。”看着和解了的父女，偷偷在一旁观察的雪道也是松了口气。“妈，看来我们刚好赶上了呢。”“真的松了口气呢。”天堂同学视角一转，我们的新英大小姐沮丧的靠着树。“你是受了什么致命伤吗？你这副沮丧的模样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我们不是完成了任务，而且亲子关系也成功修复了吧？”大小姐悲愤的喊道。“如果他们和好了，就意味着影彻底治愈了他的心。换句话来说，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你在小学基础就学过的。这个破坏家庭的人。”“我可不记得我受过这种义务教育。”“好了，我们就只考虑乐于助人的方面吧。你说过希望你的努力能够有所回报，对吧，天堂同学？”想到这里，我们大小姐也稍微释怀了些。“好吧，我很高兴他们父女俩又和好了。
我并不是不想让颖帮助他人，问题是他的每一次帮助行为极有可能引发家庭的破裂，麻烦的是他对此毫无察觉。唉，想到这里的大小姐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走吧，抱歉让你陪我这么久。雪道有些疑惑，让颖和他单独相处真的可以吗？尽管我们四处奔波，最后找到了他们。我绝不想妨碍他父女两人此刻的团聚。就像我们试图阻止卫星的发射，可是轨道电工已经完工了，一旦突破平流层，便已经为时已晚。但颖他们的关系以后也有可能加深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早就和宇波先生沟通好了。不愧是你，大小姐。我会联系他们，我们先走一步吧。说罢，大小姐便准备离开，而雪道看着她那副失落的模样，出声安慰道：“缇娜小姐，恭喜你刚提到的小别胜新婚策略已经半日，难道不该出什么结果了吗？”说到这一块，大小姐就开心起来了。没错，我们的爱已经到了可以收获的季节。不可能，也太快了吧！不倒翁复原都没这么快，得赶紧回家准备迎接颖的归来啦。爱情丰收即将来临，一到颖，我们大小姐脑子里也只剩下恋爱部分了呢。你平常敏锐的直觉呢？大小姐回头看向三人，真正的望着颖，想要传达对你的情感难度太大了，但是我想也得鼓起勇气去传达。而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回头查看却空无一人。怎么了？不，没什么。颖回过头，你父亲呢？去找人了。看来带我父亲来的人就在这附近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去道谢，他们已经离开，所以父亲他去找他们，说不定还能赶上。知晓了新一大小姐曾经来过，颖露出了一丝开心的情感。我明白了，无论如何，很高兴能够送你安全离开。那我们这段旅途就到此结束了。少女也是低下头，微微露出笑容。父亲和我说我没有逃跑，如何看待全凭你自己。你父亲并未否认逃跑一事，他只是不想你背负了逃跑的自责，把你前进的努力误以为逃避现实。是的，我确信这次和你的旅途，我和你在这条黄金路上度过的时光，我们一起走过的足迹，我们一起交流过的话语，赋予了我面对现实的勇气与力量，让我意识到这些珍贵的情感。尽管我深爱着母亲给予我的一切，我的父亲如何养育我，我对唱歌的情感，我喜欢的事物，这一切都是你重新传达给我的。谢谢，谢谢你让我再次成为宇波一叶。